欧洲最近的经济状况拉警报，特别是法国，马克宏打算如何突围呢？今天带你快来看。嗨，大家好，我是治愈，今天想跟大家聊聊欧洲面临到的困境，特别想跟大家来谈谈法国。我们先讲欧洲哦，最近呢，应该说在2025年的年底，川普呢接受了一个美国媒体的专访的时候，他讲了一个名言。这个名言呢，有时候你觉得这个人大放厥词啊，讲都是一些屁话，但是他这句话其实虽然很残忍，但真的挺有道理的。他讲了什么？他是这样说，他说现在的欧洲是一群软弱者领导的衰败国家。欧洲人听了之气呀，气到恨不得剥他的头发，喝他的汤，喝他的血。好，但是呢，真的挺有道理的。好，我们先大致上来梳理一下欧洲几个很重要的国家到底发生了什么样的问题哦。特别是你看到了，我们就这么简单，先从金融市场来讲好了。你看美国美股在创新高，你看亚洲市场，你看到了日本已经不一样了吧？然后你看到我们台湾股市也是不得了了，一直在创高。那欧洲呢，整体的经济状况真的，我就不说了吧。好，那到底为什么呢？当然，欧洲有他们自己的问题哦。但是呢，回归其实有一个大的原则是，一个国家有没有实力，一个国家强与弱，它其实不是一个恒久不变的一个道理。不是说我一个国家这么强了之后，我就会一直不变维持在这个地方。一个国家的实力那叫流动的哦。有的时候呢，你这个一个不小心，哎呀，你的国力可能就直落了哦。有非常多历史上残忍的一个这个过去的一些例子可以跟大家分享。那现在的欧洲呢，有点那个感觉。过去你说大航海时代那些欧洲国家，哇哦，一个比一个强，对不对？首屈一指。但是曾几何时，现在的欧洲真的好惨哦，说不定有一天它会被非洲国家给超越呢。很难讲的。那我们就大致上来梳理一下现在的欧洲到底面临到了什么样的困境，而且目前为止看起来好像有一点难以脱离这样的一个泥沼。好，我们简单来讲几个欧洲很重要的经济体。你说欧洲，至于你说，哎呀，这个欧洲说人家这个不好，但是呢，人家在全世界的这个名列前茅的经济体当中，人家还是排得上名号的，没有错。但问题是啊，我们等着瞧好了，看他们慢慢的往后哦。好，我们首先来看欧洲几个重要经济体。你说我们看英国、看德国、看法国、看意大利，这些呢都是全世界前10大经济体当中，他们都在前10名当中。好，我们一个一个来讲。德国是目前全世界第3大经济体，那你说呢？它现在面临到什么样的问题哦？它问题可大了。现在的德国面临到非常大的一个整个经济的停滞的一个状态，它的经济成长率大概已经连续3年原地踏步了，这真的不是一个好现象。特别是在疫情过后，当很多的国家都在疫情过后迎来了非常剧烈的一个经济成长，德国不动如山。不动就是不动，特别呢，德国近来还有一些常讲见微知著，你看到它也有一些德国非常知名或者是历史非常悠久的大企业倒闭。哇，这就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 sign 在那个地方了哦。比如说什么呢？你说这个德国什么样的企业倒闭呢？过去呢，其实在这个两岸之间，还是在香港跟台湾有一个非常知名的一个时尚品牌叫 Esprit 哦，在香港也是一个这个代理的品牌。好，那 Esprit 倒闭了。好，那你说，哎呀，那个是那个时尚业那个，这还好。好，那我们再来看，还有一个民生消费。有一家德国最老牌、历史最悠久、规模最大的香肠制造商也倒闭了。德国不就要吃香肠吗？那是他们的国民美食哎，所有观光客到德国去都要吃香肠的啊，它倒闭了。好，当大家都要吃的东西它会倒闭哎，这代表什么？民生消费也有问题吧，所以现在呢，看到了这个德国他们每年的一个企业的倒闭的一个数字一直在往上攀升，你就知道这个国家的经济真的出了大问题哦。这是简单举例而已。那另外呢，我们来看英国，英国是目前全世界第6大经济体。好，那英国有什么病呢？英国有富裕病，大英帝国耶。
我们就是那个全世界，对不对？然后优雅又有钱的国家，我们是贵族哎，他至今还在沉溺在那个幻想当中，你知道吗？英国人是这样的，富裕病，好，他就觉得，他们误以为经济规模等于经济实力，他早就没有经济实力。但他误以为自己好厉害，这叫富裕病啊。那这个富裕病呢，简单给大家数字啊，你就说人家这个全世界第6大经济体是有病吗？哎呀，他有病啊。好，那首先来看他们的一个平均的一个这个国民的收入啊，其实呢已经连全世界第20几、30的一个这个比利时这样的一个经济体的一个排名啊，比他们的一个平均国民收入都还要来得更低了。所以你要说他有那个全世界第6大经济体的那么高的平均收入吗？没有的，但是他们觉得自己很棒，所以呢，他们的国民还沉溺在那种话当年，对不对？我们大英帝国那个时候的幻想，我们好棒，我们真的很棒，所以他们做任何的选择，我都要那个最棒的。比如说呢，他们在这个排他们的政府预算的时候，简单举例哦，有一个例子哦，这个我觉得实在太荒谬，所以大家来听听看，你觉得荒不荒谬哦？他们最近呢，他们要盖一条这个铁路。好，然后呢，他们盖一条铁路呢，然后他们就特别选了，有好几种方案，对不对？我们有一个这个最高规格等级的，我们的铁轨要怎么样？我们这个要怎样啊？那个要怎样哦？然后呢，或者是一种比较这个预算稍微中阶一点的，然后另外有一种是这个比较这个性价比高的哈，这个便宜然后又大碗的这种选择，就没什么好选，我们就选最棒的那一种。好，那没关系，你就选。但问题是啊，这个铁路盖，哎呀，发现铁路中间有一段，这个地方有好多蝙蝠哦。然后呢，他们就说：“哎呀，我们要保护那个蝙蝠啊，我们是这么样这个爱护小动物啊，我们要保护这样的一个这个保育类的一个动物啊。”所以他们为了那个蝙蝠，居然多花了好几亿英镑，帮那个蝙蝠打造了一个隧道。你就好，对，你有那个屁股，你在做那个事，好吧？真的没钱，然后你就想东想西想这些，然后你又看到了这个英国进来，他们不是也派他的航空母舰，然后到了这个新加坡来晃一圈吗？你知道航空母舰出来晃一圈要多少钱吗？你有那个屁股吗？你有那个预算吗？然后他们就英国人净做这种事情，所以呢才会看到了这些欧洲的媒体自己讲，可不是我讲，欧洲媒体自己说他们有富裕病，就是呢他一直在做打肿脸充胖子的事情，就没那个钱，硬要做那样的消费哦，真的是好高骛远。好，这是英国。那再往下看，我们来看看啊，这个是全世界经济体排名第7名的法国。法国呢，现在面临到的状况就是他们的政局有僵局的状况，然后呢，他们的一个国家的一个性平的一个标准啊，现在已经要被往下调了，因为政治僵局导致他们的一个政府改革的一个状况就一直是不如预期。他们也是一个债台高筑的一个国家。然后呢，他们的一个这个产业几乎要被掏空了，被谁掏空我们待会再来说。但是呢，现在的法国也真的是危机四伏。然后就是意大利，意大利呢，你看到它是全世界的一个经济体排行榜第8名，哎，大家都很难想象，大家觉得意大利不是经济状况不太好吗？哎，它现在是，但是呢，他们有过去留下来的一些底子，所以它依旧是全世界经济体排行第8。好，那意大利又是什么问题呢？意大利的问题在于啊，它现在是一个非常低度的成长，它的经济成长率也是非常低，劳动力呢它的效率也非常低，人口老化，然后他们生育率也非常低，所以呢这样的一个经济体呢，劳动力在萎缩的过程当中，它就会陷入一个恶性循环。所以简单来讲，你看到了川普这句话，这是一个由软弱者领导的衰败国家的一个组合，他在讲欧盟大概是这个状况。整体来看，现在欧洲真的面临到很大的问题。那当然，欧洲几乎每个国家都在想解方啊，这种大国家像德国、法国就说：“哎呀，我们要来想这个欧盟怎么样这个突破困境。”然后呢，个别国家像意大利就想：“哎呀，我自己怎么办呢？怎么办？”好，那近来呢有一份报告啊，大家都把它拿出来分析。这报告是法国的一个政府的咨询机构他做的一份报告。好，那当然他除了讲法国的一个经济困境之外，他还讲到欧盟应该要怎么样突围。好，那他就说了，现在的欧洲面临到了2大威胁。
美国跟中国的一个这个威胁，然后呢，现在他在夹缝当中面临到了前所未有的生存危机，所以他说，现在的欧洲如果不快一点想到办法突围的话，航空母舰要沉没了。好，我们先来看这个跟美国的关系。过去大家会觉得美国、欧洲就是一个好盟友，但是现在已经打破那个幻想啦。你现在应该也不会这么说啦，对吧？好，那于是呢，我们来看欧洲近来又是更感慨的是，即便不是这个手牵手的盟友，那至少也不是敌人吧？但现在感觉美欧之间快要变敌人的那种感觉耶！你看，从最早的那个北欧的预算啦，然后这个俄乌大战当中啊，这个美国跟欧盟之间的一些意见不合啦，然后呢，到比较近期的看到了这个格陵兰的一个状况。现在法国啊，这个马克宏直接讲说，现在的欧洲面临到就是格陵兰时刻。他们说格陵兰呢，你看起来是格陵兰本身的问题吗？是丹麦的问题吗？不，他说呢，这是欧洲的问题。这代表呢，这个美国已经再也没有把欧洲当成是盟友，直接把你当成是我要予取予求的对象。所以呢，他们说欧洲一定要站起来。好，那所以呢，我们来看到了现在的一个这个面临到美国的一个这个威胁跟压力哦。马克宏直接讲了，格陵兰之后，现在感觉好像这个议题稍微的有点沉潜下来嘛，那当然接下来一定还会再爆发的嘛，但是现在暂时安静一点。但问题是啊，他说接下来呢，你会看到的是下一个爆发点叫做数位服务法，这会爆发。这是什么？这是欧洲他们想要这个能够站起来的，叫数位主权。什么叫数位主权哦？就是他们要朝那个云端大平台下手。现在呢，几乎这种云端大平台，然后这种数位巨擘都是美国的嘛。你看像微软对吧？你看到像是这个 Google 嘛，然后你看到像是 Meta 嘛，这些都是这个苹果嘛，对吧？这些都是会收那个服务费的云端的一个服务商，那都是美国厂商。那对于欧洲来讲，你既然不是我的朋友，这些云端的一些服务其实都可以拿到一些很重要的资安机密的。我如果不信任你的话，我怎么可以把这么重要的东西放在你这个地方？于是呢，我们看到了现在欧洲正在做一件事情，是降低对美国这些云端的大的数据商的一些依赖，所以他们正在做的是像法国直接讲，以后呢，法国政府他们的公务员250万，你要开视讯会议，不准给我用美国的一些软体，你不准用 Zoom， 你不准用这个微软的这个 Teams， 不可以，通通都换成是法国本土有另外一个 App， 你就用那个吧。好，那除了这个法国之外，你看到德国直接讲了，他说那大家都不要用 Office 了，你们去换到另外一个他们有 local 的另外一种软体哦。那当然呢，这些呢都是降低对美国的一个依赖了哦。那除了这个之外呢，你看到了他说，除了要降低对这些美国的一些依赖之外，他们也要加速他们自己的数位主权的一个运动哦。那除了美国之外呢，另外一个他说很大的一个竞争对手就是中国。那中国呢，他是这样讲的哦，他说现在呢，欧洲有非常多的一些制造业都面临到了中国很大的挑战跟竞争，而且呢都不是对手，都败下阵来。好，我们来看到他这样用词是这样的，他的这份报告是说，现在呢欧洲的一个制造业是被中国碾压，他的形容词他说就像巨轮碾压，然后呢，过去是特定产业嘛，对吧？你说以前这个中国可能在一些特定的产业，比如说像是钢铁业，或者是像那种比较劳力密集的一些产业呢，那你做不过人家合理嘛？但现在没有，现在连比较高端的，比如说你看像 EV， 像是电动车，欧洲也做不过中国啊。所以现在呢，他的报告是说，不分产业、全面性、系统性的被中国的厂商碾压，那这个碾压的一个状况非常严重哦。因为呢，他们特别还把每一个个别国家啊，他对这个中国的一个这个竞争程度啊，做了所有的一个产业当中的一个同整性的一个比较，然后他比较出来说，比如说他说整个欧洲制造业面临到这个会被中国竞争的一个这个商品的一个比例，整个欧洲有55%，很惊人吧？然后德国更高，德国是70%，法国呢有36%，所以他们说这个面临到中国的一个全面性的碾压，他们是没办法 hold 住的。所以他们说现在要正视这个问题，如果不正视这个问题的话，那就是
兵败如山倒，以后再也要不回来。所以我们来看法国的这篇报告当中，他就特别讲了，他要提解方，除了点问题之外，他的解方是说，要么你就要学美国对中国的一些商品课税。而且他说课税啊要课30%以上，那才有赚头。因为他说平均来讲，中国制造的商品是比欧洲制造的商品它的成本要低30%到40%，所以他说你要么就是加税加30%，要么就是你引导这个欧洲的货币啊要比人民币贬值30%，不然的话你就是毫无竞争之力，毫无还手之力。那当然呢，你看到我们如果讲法国的话，法国呢甚至在这个2025年，它这个对中国的一个贸易逆差，哇，那也是创下了一个历史新高，而且持续在成长当中哦。所以你就看到了，这个是法国现在他们非常严正的在看他们面临到中国的竞争跟美国现在的一个挑战哦。那你说马克宏呢？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他的领袖魅力在哪里？现在呢，法国面临到的是他们国家里头政局不稳的状况，他有领袖魅力，他绝对有的。而且呢，这个马克宏他的一个中间路线啊，其实在法国当地也是有很多人喜欢他，但有些人不太同意他嘛。但是呢，他的一个中道路线啊，能不能让现在的一个法国这个凝聚最多一个共识啊？现在都打上一个问号，因为其实大家就是你知道。大家对于这个整个马克宏的路线来讲哦，其实没有那么样的这个决然的一个相信他，所以现在呢，这个其实法国还是面临到某种程度上的政治僵局，让马克宏有些事情想做，但是很难落实下去，那这就是问题嘛。但是最后我们来看到，近来马克宏在做什么事情？如果他已经正视到了，法国未来的一个危机在于美国搞不定，这已经不是传统盟友。中国，我好像在制造业方面我又做不过你，那他要怎么办呢？马克宏进来，他有一个行程，他要到印度去，那倒挺有意思的哦。感觉就是他要在中国跟美国中间，他要开始去走自己的路了，他要去交自己的朋友了。而且如果欧盟不再是那么大家一心一意的力往一处使的话，法国要自己去交自己的朋友了。你看到马克宏好像在做这件事情，他要去拜访印度，然后拜访印度呢，他要卖给印度标风战机，要卖114架的标风战机，这是他的这个军售外交。好，那当然呢，他到了印度去，还会跟印度谈什么样的经济合作，一定会谈的。那这会不会是这个马克宏希望帮这个法国找到的另外一条出路呢？但同时间，这个法国除了要应付美国、要应付中国的挑战之外呢，他也要帮自己想出路的，就是他们还要担心俄罗斯，他们觉得俄罗斯打乌克兰那绝对只是第一步而已，他们觉得俄罗斯的一个野心绝对不止于此哦。所以呢，现在法国要做的事情还是要扩大他们的一个军力规模哦，他们希望呢，要增加这个后备军人要翻倍，同时呢，他们常备的一个战力呢也要增加哦。所以呢，他们说要开始武装自己哦，希望自己呢未来在这个外交当中可以更有话语权。那当然呢，这个现在的一个欧洲的问题哦，这也是冰冻3尺非一日之寒啦。但是呢，现在的一个结局，目前的状况看起来就是很不乐观。那只是各个国家要各自如何突围呢？让我们继续的往下看了哦。好，这是今天帮大家整理的近来欧洲的困境，希望你喜欢喽。我们下回见，拜。